拜登前脚去了基辅，中国后脚就去了莫斯科，俄乌破局关键出现。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中诚 Talk。最近拜登秘密赶赴基辅，赌赢了普京不敢下手，顺利与泽连斯基见面了，引发了国际关注。虽然白宫有意散播谣言，试图阻挠中国入场，但是慕尼黑的非正式会面之后也让中国下定了决心，不再浪费时间和美国废话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中国前往莫斯科访问。从我国外交部了解到的消息是刚刚才从德国慕尼黑参加完安全会议回来的我国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决定前往俄罗斯进行访问。坦率地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结束的48小时里，我国先后发布了美国霸权报告和全球安全倡议，节奏极其紧凑，绝对不是临时起意。尤其是在讨美檄文和举大旗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动身前往莫斯科了。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也无需赘言。我国在短短48小时内的大动作，肯定是早有预案，只不过还对局势抱有乐观，因而迟迟没有启动预案。而这次慕尼黑会议，中国代表团所见所感，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边。但拜登赌博式的亲自前往乌克兰，绝对也是重要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聊一下拜登这个事情，真的可以说是帝国暮年了。拜登在乌克兰的赌博，其实我国互联网上已经谈论过很多，不论是政治因素，还是家族利益因素，又或者是美国国家战略因素，拜登在这场俄乌冲突中其实他是输不起的。共和党拿下了国会，那拜登在乌克兰的支援问题上一直备受攻击，拜登需要尽快拿到成绩单。在不久之前，美国突然向乌克兰下达死命令，要求必须尽快打开局面，展现北约支援的成果，这已经就说明了一切。几天前刚刚下达完死命令，拜登紧接着就去了基辅，可以说就是在向现实低头。尽管在北约的不断支援下，乌克兰还是没能打出成果。如果不了了之，那对美国霸权的打击和对拜登的政治生命都是巨大打击。而拜登这一次去一来是切割拜登家族在乌克兰的一些不清不楚，二来呢就是准备向泽连斯基布置一些任务，估计大概率是用巨大牺牲要打出一定的成绩，然后为接下来俄乌和谈做准备。拜登就利用这份成绩单给国内一个说法，在这场冲突里中国一直都是保持着中立，而非效仿北约各种军事援助乌克兰。这里面的因素呢是多方面的，中俄关系是在不断深化，但核心的国家利益中俄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局势还没有那么危急，说穿了，中俄是被西方包围网强行给绑定在了一起，中俄都没得选，只有深化合作。毕竟双方的主要矛盾都是美国，在解决完美国之前中俄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未来我们再谈。而这一次中国前往莫斯科，不排除就是要想办法把美国拖死在乌克兰问题上。拜登输不起，那就让他输得更难看一点。在慕尼黑的外交遭遇战上，布林肯依旧拿着老套的话术和中国谈竞争、谈合作，等拿到利益，回头就进一步收紧对华包围圈，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还是不敢翻脸，虽然嘴上不含糊，但不敢彻底摊牌。因此呢，拜登赶去基辅，他算到了俄罗斯，但他却算漏了中国，算漏了这个一直在说好话、做好事的中国。会这么果断地选择出手，会发讨美檄文，会举大旗。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拜登如何收场了。大家如果有评论，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